显化不是交换，而是一场与自己的和解。你是否也曾经误会过显化？以为只要足够努力许愿，练习感恩，保持正面，宇宙就会如同回报努力的老师，把你想要的美好通通带到你面前。你用心地写下目标，细细描绘未来的画面，把每一次感恩和每一个正向思考都当成必修功课，甚至在内心盘算，只要我做对了这一切，宇宙一定会奖励我。但现实却常常不是这样。你会发现，有时候你越是努力做好，越是期待收到宇宙的回礼，美好反而越迟迟不来。你可能会开始焦虑、失望、怀疑自己，甚至觉得自己被宇宙忽略了。你心里忍不住问，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愿望还是没有实现？其实，显化的本质从来不是交换。宇宙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正确的行动而给你奖赏，也不会因为你有一点负面情绪就取消对你的祝福。真正的显化是你与自己的关系，是一场深深的和解与信任。你能否在还没得到时就接纳自己？你是否愿意在等待中也肯定自己的存在和价值？很多时候，我们把显化当成一场交易，把渴望变成一张交换的清单。我只要努力就能得到，我只要乖巧就能幸福。但生命不是这样运作的。宇宙更希望你从每一次渴望里看见自己最真实的需要。它邀请你在等待的过程里，和所有的失落、挫折、不完美和解，愿意在还没拥有时也拥抱现在的自己。显化是一场深度的自我认识，你越是放下应该有回报的心情，越是学会在过程中照顾自己、善待自己，你发出的能量就越纯粹、越温柔。因为你不再把幸福绑在某个结果上，你开始懂得在每一个当下爱自己，懂得即使愿望还没实现也没有关系。当你学会和自己和解，你的内在会变得稳定、宁静。你不会再因为一时的落空而怀疑自己的价值，也不会为了表现得更好而压抑情绪。你会给自己空间，允许悲伤、脆弱、忐忑、希望同时存在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接纳所有的自己时，生命反而开始流动，美好会在最刚好的时候走进来。宇宙并不是你的上司，不是要你努力工作才发薪水，更不是要你交功课才给你分数。宇宙只是一面镜子，它回应的不是你的行为，而是你的能量和状态。当你学会对自己温柔，学会在每一次跌倒后也肯定自己，你的频率会慢慢升高。那时候，显化才会真正发生。你可以练习在愿望未实现时，依然给自己爱与鼓励。你可以在每一个还没得到的时刻，问自己，我是否愿意相信自己已经很好了？我能否用温柔对待这个还在等待的自己？你会发现，所有的等待都不再艰难，所有的愿望都变成了一场与自己的深刻相遇。你越能和自己和解，世界也就越能和你靠近。愿你不再把显化当成交换，而是让每一次渴望都成为你和自己和解的机会。愿你在这条旅程里，学会爱自己，拥抱自己，信任自己，让宇宙的祝福在你温柔的允许中自由流动。
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和解是你最温柔的力量，也是你走向丰盛的起点。每一次落空都是通往内在丰盛的引路星。你是否曾在愿望落空的那一刻，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失落与挫败？明明已经很努力许愿，很用心调整心态，甚至每一天都提醒自己要正面，要相信，可现实却像不动如山。你渴望的爱、工作、金钱、幸福，仿佛总是擦肩而过，迟迟没有进入你的生命。在一次次的落空里，你会怀疑自己，怀疑宇宙是否真的听见你的声音。你也许会自责，是不是哪里做得还不够好？还是自己根本不值得拥有那些美好？于是，你在渴望与失望之间来回摇摆，内心变得越来越疲惫，甚至开始怀疑显化法则是否真的存在。可是，如果你愿意停下来，在每一次落空的时刻，用更温柔的眼光看见自己，你会发现生命其实有更深的安排。每一次愿望的落空，其实都是一颗颗闪耀的引路星，它们引领你回到自己的内在，找到那条真正通往丰盛的路。落空不是宇宙的惩罚，而是宇宙的邀请。它要你看见，你是否把幸福寄托在外在？你是否太依赖结果，而忽略了此刻的自己？落空是灵魂提醒你，还有什么需要被看见、被疗愈、被拥抱？你可以问自己，当愿望没实现时，我是如何对待自己的？我有没有因为落空就否定了所有努力？我是不是在等待实现的那一刻才肯定自己？这些提问会帮助你发现，每一次落空都是照见自我的镜子，它让你看见你真正的信念、情绪和习惯，让你有机会和过去的自己和解，也让你学会在还没拥有时，依然珍惜与肯定当下的自己。每一次落空，都在帮助你更靠近内在的丰盛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真正渴望的，不是某个具体的结果，而是那份被爱、被认可、被祝福的感受。你会明白，外在的成败只是过客，真正的力量在于你怎么看待自己，照顾自己。当你不再把幸福绑在拥有上，而是选择在每一次失落时温柔对待自己，你的内在会一点一滴地充满信任与力量。你可以练习在落空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个拥抱，告诉自己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就算没得到结果，我也值得被爱。你可以允许自己感受到失望、难过，甚至想哭，但同时也提醒自己，这一切都会过去，我还有自己可以依靠。当你越来越能在落空中照顾好自己，你会发现内在的丰盛开始流动，幸福不再只是来自外在的实现，而是来自你对自己的善待和信任。那些还没实现的愿望，反而成了你与自己更深层对话的桥梁，让你发现自己的坚强、柔软与温柔。宇宙总会用最特别的方式教会你爱自己，有时候是透过一个梦想的实现，有时候则是一次次落空的历练。每一次落空，都是生命的祝福，都是一颗引路星，带你走向更大的圆满与自由。愿你在每一次愿望落空时，都能够不再自责，不再怀疑自己的价值，
而是把这份经验当成一场回归内在的旅程。相信你已经很好，也相信所有美好都会在刚刚好的时刻来临。你已经在通往丰盛的路上，而每一颗引路星都会照亮你前行的步伐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每一次落空都是引领你回家的星光。最终你会发现，所有的丰盛其实早就在你心里。你把显化当成任务时，爱与丰盛也会退却。你是否曾经在显化的旅程中，不知不觉地把许愿与吸引美好变成一项每日必做的任务？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默念清单，晚上入睡前还在反复练习感恩与视觉化。你定下明确的目标，安排严格的流程，期望自己每一天都比昨天更靠近愿望的实现。你努力检查每个细节，提醒自己要正向思考，要相信宇宙会给你最好的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什么关键的步骤。你以为这种自律与规律会让显化的奇迹早点降临，却发现无论多认真执行这些仪式，现实依然静默无声。渴望的爱情、财富、成就与幸福，好像总是在远方，永远轮不到自己。渐渐的，你开始感受到疲惫与压力。显化不再是轻盈的游戏，而是一种责任与焦虑的来源。你害怕一旦哪天忘记练习，宇宙就会扣分，你的一切努力都会功亏一篑。于是你越来越紧绷，越来越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喜悦。其实，当你把显化当成一项任务，你内在发出的能量会悄悄转变。你不再是在爱与信任中许愿，而是在压力、焦虑与自我怀疑中追求结果。你用行动来换取安全感，用规律来控制不确定，却把愿望变成了一张成绩单，把显化的旅程变成了一场与自己的赛跑。爱与丰盛从来不是任务的产物，而是你敞开心门时自然流动的结果。宇宙能读懂你的心，它看见你努力的背后，是渴望，是害怕，还是单纯的爱？如果你只是完成显化的步骤，却没有真正与内在对话，你的能量就会变得机械而沉重，失去了原本那份灵动与温柔。你可以静下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许愿是出于爱还是焦虑？我这么努力是希望靠近幸福，还是害怕不快乐？你会发现，当你把显化当成任务，其实是在对宇宙说，我还不够相信自己，还需要做得更多才值得被爱。事实上，你本来就值得幸福，不是因为你有多自律、多努力，而是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有吸引美好的能力。爱与丰盛最喜欢栖息在轻松、自在、流动的心里。当你学会放下任务感，让自己回到单纯的信任和欢喜，你会发现愿望开始自然靠近。你可以允许自己偶尔放下练习，允许自己只是单纯的存在和感受。你可以选择把显化当成一场与自己相处的温柔仪式，而不是一天又一天的压力清单。你可以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在每一次许愿之后，把焦点带回当下的快乐和宁静。宇宙最爱的频率，就是你自然流露的感恩、爱与信任。
你越是回到当下，越能享受每一个片刻的丰盛。那些你曾经努力追逐的美好，反而会在你松手放下的时刻，悄悄流进你的生命。愿你不再把显化当成任务，而是把它当作与自己、与宇宙对话的旅程。愿你在每一次渴望与等待中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和温柔。愿你相信，爱与丰盛，永远在你学会轻松、学会放手的那一刻，开始靠近你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。当你学会享受每一个当下，宇宙也会用它最温柔的方式，将祝福轻轻送到你怀里。放下控制，让宇宙给你更多惊喜。你是否也曾经在显化的路上，感受到一种无法掌控的焦虑？明明每天认真许愿，小心检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，努力让自己保持正向和积极，却还是忍不住想知道，什么时候愿望会实现？会以什么方式出现？会不会最终还是落空？你发现自己总是在等待答案，一边期待美好的到来，一边又害怕错过宇宙的信号，担心一旦松懈就会失去掌控权，于是更加紧抓着每个细节，甚至对自己的情绪、想法都产生压力。你用尽各种方法，希望结果可以尽在自己掌握中，却发现，越是如此，幸福就越是遥远。控制是人性最自然的反应，我们害怕未知，害怕失败，害怕无法如愿，所以习惯性的想要预测每一步，安排每个细节，甚至希望宇宙按照我们设计的剧本运作。但宇宙的节奏从来不是我们可以计算的，它有自己的智慧，有时会带你绕远路，有时会在你以为毫无希望时，突然送来一份出乎意料的礼物。当你太过于想要掌控一切，其实是内在的不安全感在作祟。你越是害怕失败，就越想抓住确定感；你越怕被遗忘，就越想证明自己的存在。这样的状态，让你的能量变得紧绷、僵硬，也让幸福无法自由流动。你以为靠努力和规划能够换来美好，却不知不觉把愿望绑在了一个小小的框架里。宇宙其实最喜欢的，是你愿意放下控制，敞开心门的时刻。当你学会信任未知，相信每一个当下的安排，你会发现世界开始有了不同的风景。有时候，你在毫无预期中遇见一段奇妙的缘分，在无心插柳时得到意想不到的好消息，在放弃强求时收到宇宙最温柔的回应。那些你设计不到的惊喜，往往才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。你可以练习在每一次许愿之后，允许宇宙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你，不再计较实现的时间、形式、路径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如果一切都不照我的计划发生，我还能不能相信宇宙？我是否愿意给未知多一点空间，给自己多一点弹性？当你越来越能放下控制，你的心会变得轻盈，生活也会出现更多不期而遇的喜悦。放下控制，不是放弃愿望，而是把愿望的实现权交还给更大的智慧。你依然可以努力，依然可以行动，但不再执着于每一步都照你的剧本进行。你愿意接受过程中的波折，也愿意相信宇宙一定会在最好的时刻
用最美的方式给你回应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把幸福设限，不再只认同某一种成功的样貌，宇宙会用你想不到的创意，把更多丰盛带到你身边。有时候，一个未完成的愿望，带你走向更适合你的路；一段被打断的计划，让你发现另一个真正属于你的梦想。这些惊喜与转折，都是生命的温柔安排。你可以选择在每一天练习信任，练习放下过度的掌控欲望，对自己说，即使结果不是我预期的模样，我依然愿意相信宇宙有更好的安排。你会在这份温柔的放手里，得到意想不到的自由，也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愿你在每一次显化的过程中，都能练习放下控制，用好奇的心迎接每一个未知的惊喜。愿你相信，只要心门敞开，宇宙就会用它的方式把最好的送到你怀里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放下控制，你会遇见更多无法预测的祝福和爱。显化迟迟未现，是时候疗愈你的自我怀疑。你是否曾经在许愿的过程中，发现自己好像总是在等待，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描绘着渴望的蓝图，反复练习感恩、冥想、视觉化，也努力让自己维持正向的能量，却依然等不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降临。你开始质疑宇宙是不是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还不够好，还不够努力。这样的等待让你从期待变成焦虑，甚至渐渐不敢再相信一切都会变好。其实，显化迟迟未现时，最需要被看见的，往往不是外在的世界，而是你内在那个默默躲起来的小孩，那个总是在关键时刻对自己说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我真的值得吗？的小声音。自我怀疑就像一层透明的薄纱，把你的渴望和宇宙的祝福隔在不同的时空，让美好无法自在流动进来。很多时候，你并不是没有能力，也不是缺少方法，而是在每一次行动与许愿的背后，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拉扯着你。你表面上很积极，很努力，但内心深处却反复怀疑，这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吗？我是不是又会失败？这些疑惑和不安悄悄调低了你的能量频率，也让你无法全心全意地接收宇宙的回应。自我怀疑往往来自于过去的伤痕，或许是童年时某句话的否定，或许是成长过程中反复经历的挫折，也许是一路走来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印象。这些感觉被深深埋在心里，让你在每一次想要改变，想要拥有更多的时候，总是下意识地踩刹车。你担心希望落空，害怕期待之后的失望，于是宁可说服自己，反正本来就不会成功，用怀疑来预防失落。但你可曾发现，正是这样的自我怀疑，成为了显化路上最大的阻碍。宇宙不会用言语判断你，但它会感受到你的能量波动。当你怀疑自己，质疑幸福会不会属于你，你发出的讯息就是我还没准备好接受丰盛。宇宙只能静静等待，直到你愿意真正相信自己。你可以练习停下来，听听心里那个脆弱的声音，允许自我怀疑被看见，被陪伴，被温柔对待。你不需要逼自己
马上相信，但可以每天对自己说一点点肯定的话，哪怕只是我愿意试试看，我愿意相信一点点。每一次你给自己的爱与肯定，都在一点一滴疗愈过去累积的伤口。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刻意找出那些你曾经做得不错、值得肯定的地方，感谢自己的努力，认可自己的勇敢，不再只看到不足。当你慢慢累积对自己的信任，你的能量频率就会开始升高，你会发现世界也悄悄跟着改变。显化不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，而是一次次和自己重新相遇的机会。你越愿意看见自己的怀疑，越能用爱和温柔去陪伴它，那些原本迟迟未现的幸福，就会在你心里悄悄发芽，慢慢走进你的世界。愿你在每一次等待的时刻，都能温柔拥抱自己的不安与疑惑。愿你明白，你并不需要完美，你只需要给自己更多的相信和包容。当你开始疗愈自我怀疑的时候，宇宙也会用更多惊喜回应你的渴望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越能温柔肯定自己，世界就会越愿意把美好送到你怀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